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阿富汗一个旅行指南提示：高危物境的国家，帝国的坟场。2021年8月30号，美军撤离之后，塔利班迅速接管。跟着镜头，我们一起走进2年后的阿富汗，一探究竟。阿富汗为亚洲的心脏，战略的十字路口，以伊朗、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中国、巴基斯坦接壤，其地理位置注定了它坎坷的一生。阿富汗斯坦的阿富汗一词源自伊朗巴克特里亚语，意为遥远的人们。斯坦与英语的 stand 来自同一印欧语根，意为某某地方。占阿富汗近一半人口的普什图族讲普什图语，占27%的塔吉克族与各占9%的哈扎拉、乌兹别克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使用达里语。尽管阿富汗语与现代波斯语发音不同，但与英语、德语、俄语一样，同属印欧语系。让我们回到4000多年前，拉开阿富汗坎坷一生的历史帷幕。那时的阿富汗还处在部落城邦文明，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被第一个世界性的波斯帝国统治。此后，马其顿、孔雀、贵霜、阿拉伯、铁木尔、莫卧儿等等帝国轮番坐庄。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659年，唐朝开疆扩土，大将苏定方远征西域，直达葱岭。阿富汗一带也作为安西都护府的辖区，一度被纳入大唐的势力范围。不过，随着唐朝在公元751年的横罗斯之战败给阿拉伯帝国，阿富汗从此也就开始了伊斯兰化的历史。来到公元1747年，波斯阿夫沙尔国王遇刺，阿富汗普什图人趁机在坎大哈举行聚会，推举自己人为国王，改名杜兰尼王朝。这也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王朝。不过好景不长，很快又沦为因而博弈的棋子，但也是在此时得名帝国坟场的称号。大英帝国、苏联先后在阿富汗吃瘪，苏联在1991年解体前夕才完成阿富汗的全面撤军。苏联扶植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也在次年的4月16日投降。是不是听着很熟悉？没错，阿富汗并没有迎来和平，也有了共同的敌人，阿富汗内战爆发。各路军阀割据为王，谁都想当老大。最终是意料之外的伊斯兰神学学生塔利班胜出。这时另一位主角登场，先后被赶出沙特、苏丹的本拉登来到阿富汗，投靠好基友奥马尔。2001年2月26日，奥马尔下令炸毁巴米扬大佛，而得到好基友庇佑的本拉登也准备大干一场。同年9月9日，刺杀阿富汗的副总统兼国防部长马苏德，为2天后的911扫清障碍。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总统小布什立刻要求奥马尔交出好基友和关闭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训练营。巴基斯坦也积极地充当和事佬。让和事佬都跌破眼镜的是老奥的回怼：本拉登曾是阿富汗的英雄，我们的贵宾，我们无法把重要的宾客交给你们。然后呢？然后塔利班就消失了。美军来了，塔利班躲入山中打起了游击战，这一打就是20年。直到第一代老塔利班领导班底过世，第二代塔利班在2020年的多哈和老美达成和解，美军撤离。现今塔利班2.0重新掌权的阿富汗，是否迎来和平与安宁？跟着我的镜头一同前往阿富汗。现在呢是凌晨2点多，我是订了3点的车，然后呢是开到我的酒店来接我，价格呢是$40，直接到阿富汗的边境城市 Hela。看那个大钟，现在是凌晨3点，在这边呢就出城市了啊。
这辆车呢就是$80是包了整辆车，因为我们就2个乘客。包车从伊朗的马斯哈德经多格哈伦口岸入境到阿富汗的赫拉特，400公里$80。沿途地貌多种多样，阿富汗由崎岖不平的山地、广阔的河流网络和肥沃的山谷组成。国土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与法国相当，是世界上山地最多的国家之一。新都库什山脉贯穿整个阿富汗，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而人均 GDP 却只有$2459，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这个大哥的歌单呢，全部是中国歌啊。他以前呢是去中国，然后进口衣服，然后来到阿富汗卖的。但是呢，他一般来之后呢，他那生意就没了，现在就变成开车了。这个大哥的歌单真的神了，都是我喜欢听的歌啊！哇，就太有感觉了啊。看着这个荒漠，然后在去阿富汗的路上听着中国的歌曲。这里呢是中途的一个服务站啊，大家都来这里加油。这边油价非常便宜，才3万，然后1升啊。有很多客运公司呢，就是靠这是拉私油来赚钱啊，因为这边的油很便宜嘛，然后到的阿富汗市场那边的话就要$1点多了，所以说它就这个差价接近20倍，所以他们呢就是以载客的名义，然后来卖油，这样才能赚到钱。我刚才问他有没有那个额度，他说这是没有额度的，就是你要加多少都行啊。所以很多人呢，那些人跑过来就加油就好了，然后那些司機會幫你給錢，就很少錢嘛。But the petrol and diesel is very cheap here. Yeah, I know. But in 50 cent. and how about the Afghanistan? How In much? Afghanistan is very expensive. But no, like it's one company from China. Oh, They work hard for take the Yeah, petrol. yeah. So maybe it will be like cheap after okay. after 1 year or something. Okay. Yeah. So In in Afghanistan, yeah. It's a good news. yeah, they have very good relationship in in China. Afghanistan and China. China, They have yeah. very good relationship. Yeah. Where you come from? I'm from Afghanistan. Oh. Live in Norway. Oh, Yeah. no way. So after 9 years, I come back to Afghanistan. Oh, okay. Yeah. Oh, After 9 years, Oh, I want to visit my mom yeah. because Yeah, it's your hometown. Yeah. it's my hometown. 现在呢已经出境了，这边出境的话很快，虽然很乱，但是呢外国人的话会优先。现在呢终于入境阿富汗了，这边换钱的话是$1可以换86当地的钱。这边过境还是挺顺利的，检查是有点多，但塔利班对中国人还是挺友好的。可以看到路边好多这些油罐车，应该是在倒卖这些油的啊，就是这边的汽油比较贵的，伊朗那边是比较便宜的，可以看到全部是油罐车，但这个应该都是垄断生意来的。哇，可以看到阿富汗这边呢，全部是应该可以算是沙尘暴了，非常的差啊，天气可以看到灰蒙蒙的。真的算是沙尘暴啊！这能见度可能就只有1米不到啊，完全看不到前面的。现在呢是刚过完边境的一个边境村庄啊，可以看到这边是有坦克的，应该是美式的装备啊。对，阿富汗跟伊朗的边境也是种满了庄稼，也是农业很发达的。其实这一边呢都是他们的河流啊，但现在都干枯了。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伊朗跟阿富汗在边境有发生冲突，其实就是为了水资源的冲突啊。现在呢又进入一个小的村庄。经过
过接近10个小时400公里，终于来到了阿富汗的第3大城市 Herat。这里呢也是在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一个绿洲，是通往中亚还有中东的门户。自古以来呢，这里呢都是山谷云集的。你看到现在这边的交通很发达，虽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中国的一个城乡结合体啊。Herat， 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位于哈日河肥沃的山谷中，作为通往伊朗的门户，也是阿富汗的第3大城市，面积182平方公里，人口约60万，海拔920米，属寒冷的半干旱气候，较为温和宜人。现在呢，要在这里找住宿的地方。刚刚在那边下车的那个酒店呢，太贵了，最便宜要20美金，而且不是很好的。我们在这边再找一下吧。这里也就是他们的市中心了，也是他们的CBD 商业街啊。这边呢都是卖各种各样不同的商品，像电线啊，然后像一些通信设备都有的。这边的交通工具还是以摩托车、出租车为主啊。而且大街上呢，很少看到有女性的。在大街上走呢，已经被一堆人然后跟在后面了。应该是要钱的很多。在这里找店非常的麻烦，小朋友就一直跟着你，有钱的还会拖着你的那个脚，让你给他钱嘛。要先找到住的地方先，太多人了。随便找了一家市中心的。这么一个房间呢是14美金一个晚上啊，然后就有一个小型的空调，有个独立的卫生间，就这样子了。这是市中心的一个商业街，然后这边呢很多吃的啊，有烧烤，有烧鸡，还有手抓饭。像这边的手抓饭呢，一个小份的是150，然后大份的是200。这个是老板，也很热闹啊，很有烟火气息。这是我们的伙伴啊，就是跟我们一起走阿富汗的齐小姐，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 OK 可以 OK 是吗？手抓饭它是羊肉哦。我要再鉴定一下。OK， 它这边呢的价格呢是150，我这份大的是200呢相当于是2.3美元。这个呢是 Super Cola， 相当于超级可乐啊。这个呢是0.2美元。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可乐怎么样？干杯！就是没什么气，然后淡淡的可乐味，就很普通的可乐。它这手抓饭还是不错的，哇，这个羊肉你看这么大一个羊腿，2.3美元，哇，好划算啊！但其实米饭的味道一般般，它这个羊腿很不错啊。是没有一点膻味的，而且很嫩。女性在阿富汗旅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包括刚才她只是站在那里一会，就很多男的围过来，然后看她的那个眼神是非常的奇怪的，就很容易被别人围观的。这边街边很多卖太阳眼镜的啊，这边太阳眼镜应该是挺好卖的，因为太阳太晒了。这里呢是当地的一家甜品店、雪糕店，但是呢1楼是不能坐女人的，只能上去2楼。现在来到3楼，这里才是女士的地方。Hello，let's go。这里呢都是一个个窗帘隔开了，很有意思啊。这边是男女要分开吃东西的。冰淇淋终于上了，在阿富汗的冰淇淋的卖相都很不错啊。像这个是藏红花冰淇淋，价格呢是100；这个呢是水果冰淇淋，价格也是100；这个是80的石榴汁，哇，很实惠。开动！在路边这里呢是换钱的啊，就在这个花圈这里，全部都是换钱的。Hello， 这边的汇率呢每天都是有变动的，现在的汇率呢是1美元可以换85.2，换了100美元就是8520。这里呢是市中心的一个电子批发商城，也相当于是中国的华强北。然后呢，这边的2楼呢就可以办电话卡，这班一张电话卡的价格呢，加上20个 GB 一个月是100人民币左右。在这边一整条街都是卖手机，然后电子产品的，哇，像苹果14都有得卖啊。你是这里的老板吗？You are boss？ 对。哦，对的。哦，你是有去过中国吗？
85年。我嘛，从中国这里过来，我这里给你。哦，从中国进货在这边卖。对。14 Pro Max 是新的。$280。哦，1280是新的吗？新的对。哦，这边的生意怎么样？3个这个的。哦，你有3个店。3个店对。哦，那你生意很好，恭喜恭喜。真的很夸张，是一整条街全部是卖苹果产品的。哇，这边就是街边小孩子要钱的太多了。他就是放学然后看到外国人他就跑过来要钱，他不是没有吃的或者是别的，他就只是单纯的是为了要钱。现在呢，我已经回到酒店了啊。大家看完这视频呢，肯定会疑惑我为什么不帮助那些祈祷的小孩子、穷人啊。第一，他们实在是太多了，我要是给钱的话，肯定会一拥而上，会很混乱。第二呢，我要是买吃给他们是不需要吃，他们没有挨饿，因为他们是穆斯林，其实他们要是饿的话，基本上商务都会给他们吃的，看他们状态也不像是没吃的，只是单纯的要钱。要是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他钱，相当于是在滋养饿，而不是在帮助他们。当然，到卡布之后呢，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去帮助他们需要帮助的家庭，但我可能就不会去拍视频，不会利用他们来炒作流量啊，只会适当的记录一下，大家也不要打赏，因为个人他其实是没有这个权利来接收善款的，也没有这个法律允许的，所以说大家就不要打赏了，不要为这个事情打赏。我会尽我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了，是要一个社会的环境，要他们自己政府，要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在酒店呢，碰到一位去过中国留学的大学生啊。Hello, how should I call you? What's your name? No, Fallah. Fallah. Yeah, okay,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you? I'm from Afghanistan, Herat province. I live here. I'm the manager of this hotel now. And 2 years ago, before coronavirus, I was in China, in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in economic section. I was there because I came back to my country. There was the coronavirus, and when I come back to Afghanistan, the situation, economic situation, people is very, very low, and we cannot come back to China for continue my education. And now the situation is coming good by coming Taliban, Imarat Islami, and I hope to be good and good. For most of people, how much they can make in a month? For normal people? About the situation. About the salary, I mean how salary. Much? Yeah. Salary is because the situation, as you know, all the countries, all the world know about the situation in Afghanistan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hanged. I know. So and the salary of people is like now my salary is 7,000 a year. I work in every month. It's like how much dollar? Like dollar, I can tell you $100. Oh, $100. $100. $100. Oh, okay. Or $150. Oh, I mean, it is be able to live here? Yeah, why not? Yeah. Because the price low, right? Yes, the price is everything. The price is very good, and I can continue my life by this 7,000 or 7,000 Afghani or $100. Yeah. We can continue our life. Oh, that's good. And how about the safety here? Safety? Yeah, why not? Yeah. About this security. Yeah, security is very, very safety. Yeah. And as you know, you can't hear the people, tourists are very, very safety, and the security is very good than other countries, as I know. What's your message to the world? To the world, I want from them to accept us. And we want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m. We want to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because especially with our neighbors, we want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I hope to be a good relationship together. 对，你去过中国2个月，你会说什么汉语？汉语。对。你好，我叫我哈达，我是阿富汗人，我是老师，我爸爸医生。我妈妈in home 在家very good， 谢谢，不客气。这是城堡下面的集市啊，他们还卖那种手工制作的扫把，到处都是。
这边的物价相对来说还是挺便宜的。我靠，还有这么拉风的摩托车、出租车。我身后这个城堡呢，是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军东征的时候，在这边所修建的一个宫殿加防御工事啊。当然，现在已经经过历代帝国的统治，然后翻新过的。大家很好奇为什么不进去啊？其实我刚才呢就进去的时候，就他们呢，不知道应该是有几个塔利班在这里守着，然后要收门票。一开始价格是喊100阿富汗尼。后面呢，看我拿钱出来的时候，他又要加钱，加到1000才让我进去，就是完全没有规矩的，他们想怎么来怎么来的。所以说我也不想花这个冤枉钱，所以就没有进去给大家看。这边主要的交通工具呢就是突突车，这边呢50阿尼是可以打出车到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的，大部分地方都能到。Thank you。这是路边的摊位，是卖这个芒果汁的，应该是芒果沙冰，有点冰沙在里面的，喝起来的口感是很浓郁的那个芒果香味。这么一杯呢，才50阿富汗钱啊！现在走进了一家传统的服装店啊，都是阿富汗传统的服饰，应该都是女性穿的服装啊。哇，真的跟穆斯林是完全不同的风格，而且这是新蓝的服装，也是很艳丽的啊。观众觉得哪一套好看的，可以打在评论区。哇，我觉得都好漂亮啊，而且都是纯手工制作，就是在这边现场制作的。刚问了一下价格啊，像这一套服饰一整套下来呢是100美元，哇，我觉得也还算可以啊，手工制作的，而且价格呢才700多人民币。